这是名扬江湖的暗器之王血滴子，专长于投掷偷袭，可在100步之外取人首级。凭借一根细长铁链操作，追杀敌人时急如流星，被撞击之物皆被旋转之力荡开，手持冰铁亦不能阻挡。一旦命中敌人首级，杀罩便自动落下，拉动细链可弹出藏刀，往往对方还未及反应，便已身首异处。可谁又能想到，如此强悍的第一暗器却被一柄铁伞轻易破解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清雍正年间，朝廷对汉人施行残酷统治，有忠良著文立论攻击暴政，皇帝震怒，乃大兴文字狱，株连甚广，引起汉民激愤，势如江河。一日有忠臣直言进谏，皇帝怒极，当即要将2人斩首。公公趁机进言，若正大光明斩杀言官，有损名誉，不如暗杀，掩人耳目。皇帝遂将暗杀之事交与心腹辛康负责。辛康观察街头杂耍卖艺，自其中获得灵感，制出一种抛掷暗器，一经抛出，笼罩即刻落下，拉动锁链便将木头人头颅取于手中，而这便是大名鼎鼎的暗器血滴子。辛康眼识此器，瞬息就取下了狗手，果真如他所言，威力莫测。皇帝眼见此计惊为天人，大加赞赏，命他挑选12名绝对忠心的死士，苦练血滴子，用以排除异己。未过几月，死士们渐渐摸清了血滴子的精髓，折木听风，亦能收发自如。12人中有2个翘楚，一个叫做马腾，另一个叫做阿坤，他俩都在最短时间内就能做到百发百中。只是阿坤为人心胸狭隘，为了名利不择手段，一看便是彻头彻尾的小人。时间流逝，12死士的操气之术皆已练成。入夜，皇帝下达密旨，这是他们第一次执行暗杀任务。只听金铁悬呼之声，未及反应，目标便已逃无可逃，眨眼间便被收走首级。饶是御史身边层层防卫，可最后都倒在了神出鬼没的血滴子之下，身首异处，死相极为凄惨。事后马腾几人得知自己杀的竟是声名远扬的清官，顿时明白了皇帝的险恶用心，义愤填膺，议论纷纷。未料那阿坤竟早已做了皇帝耳目，将几人的话一一告知。又在一次暗杀任务中，马腾的好友天父受不了良心上的谴责，在房顶处陷入魔怔，导致任务差点失败，还是马腾被迫帮他出手。消息一时传入皇帝耳中，皇帝大怒，他只需要没有感情的暗杀工具，为此命令其他死士用血滴子将天父与其妻子除去。马腾不忿，怒斥辛康竟对自己兄弟下手，结果一番大逆不道的话传进了皇帝的耳朵中，当即就命令辛康处理掉马腾。在好友罗鹏的帮助下，马腾四处奔逃，突破重重围堵，趁着夜色逃离了京城。皇帝大为恼怒，以死士们的家属作为人质，势必要将马腾抓回，又发布悬赏令，四处通缉，天下似已无他容身之处。入狱的时刻都是宫中的探子，靠着血滴子和自身过硬的功夫，他解决了前来搜捕的杀手，却也独木难支，身受重伤。幸得一位卖艺姑娘出手相救，他才得以活命。救命之恩加上朝夕相处，两人渐渐产生了感情。为了躲避朝廷的追杀，他将宫中赏赐的金子丢入河中，与这名叫玉萍的女子归隐田园。他下田种地，他便携淡石湖江，逃脱阴影，重回红尘。日子简单，却也逍遥自在。只是朝廷依旧不肯放过他。就在妻子临产时，2个死士找上了他，为了家人，他必须奋力一搏。于是他抢下了对方的血滴子，轻易将一人解决。时隔多日，他的功夫依旧不减，甩出血滴子的那一刻，便是逃无可逃。此地已不能再留，马腾只好带着妻儿连夜逃走。几年后，马腾一家在新的地方落脚，却被追查至此的死士策马疾奔，险些撞到。心善的罗鹏上前查看，发现了孩子脖颈处的玉佛，那是马腾的贴身物件，便在辛康察觉之前将玉佛一把拽下。入夜，他看着手中玉佛，满心惆怅，却不知早已被屋外发现异常的辛康偷窥。辛康兴奋间与阿坤谋划，未料阿坤直接向他动手，原来是阿坤早有顶替之意，拿出所谓证据在皇帝面前诬告他谋反。为了抢功，便趁着夜深人静抛出血滴子解决他。
天理昭昭，报应不爽，发明血滴子之人最终倒在了血滴子之下。第二天，他尾随着前去寻友的罗鹏来到了马腾的住处，趁着二人喝酒叙旧之时，抛出血滴子偷袭而来。马腾急忙护住妻子，罗鹏想让他们躲远，却是不慎中招，立时身死。眼见自己再度失去朋友，悲愤的马腾拿起罗鹏的血滴子，与阿坤同时将其抛出。血滴子在空中两两相撞，同时被毁。没了血滴子的阿坤自然不是马腾对手，于是抢走了孩子当作威胁。幸好被闻讯而来的村民撞见，一番打斗，阿坤只好将孩子送回，灰溜溜地逃离此地。马腾一家被迫再度逃亡，不想还是被杀手追上。为防不测，他只好将妻儿留下独自逃亡，一路风餐露宿，无人问津。恰逢风雨大作，他便随手捡起脚边破伞，匆匆离去。可逃到再远，未找到血滴子破解之法也是无用。他随意看向身边破伞，最熟悉血滴子特性的他突然有了灵感。他找到一处铁匠铺，加紧打造出一柄铁伞。哪知出去进食的铁匠看见悬赏令，随口几句被追杀致死的死尸听到，一路尾随，见到马腾。忽闻金铁咻呼之声，死尸自高处抛出血滴子，直奔而来。凭借着敏捷的身法，马腾躲过了无数次袭杀，直到避无可避，便举起铁伞。杀招落下，藏刀却只是将伞尖处的尖刺带回。一名死士躲闪不及，立刻被其穿身而亡。可未打造完成的铁伞却只能当成一次性消耗品。他连忙拿起火炉上的铁枪，逃出时将柱子撞倒，趁着房屋倒塌之时，上前将另一名死士刺死，带上对方的血滴子赶紧离开。最后3名死士在铁匠的指引下再度追击，一路追踪至海边峭壁。事已至此，说什么也不要拿他回去复命。此地到处怪石洞窟，马腾便藏身其中，凭借着最擅长的刺杀功夫以及最善偷袭的血滴子，率先解决掉一人。双方各自藏身时后，马腾用血滴子砍下一棵短树，以树根接下了死士的袭杀，随后抛出血滴子，瞬间将对方头颅摘下，又在阿坤抛来血滴子前快速躲避，接着甩出手中血滴子，又是双双被毁。接下来的便全靠手上功夫。阿坤仗着手中匕首占了上风，却也让马腾拿到了最后一个血滴子。他想逃，可身后便是万丈悬崖，他已无路可逃。马腾抛出血滴子，杀招落下，立时就解决了这个小人，只于其身躯从悬崖落下。最终他也找到了等待的妻儿，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，从此浪迹天涯，相守一生。此期号称万毒之王五毒天罗，乃是江湖邪教五毒教的镇教之宝，刀枪不入，水火不侵，本体实为一只毒株，口喷毒物，10步之内无人生还，能吐出5彩毒丝，中招之人俱是痛苦至极，100丈之内可困杀1000人。如此绝世毒物，天下有何可破？五毒天罗所过之处，寸草不留。五毒教第7代教主感念此物至凶，落入心怀不轨之人手中，恐将贻害天下，遂将其封印于教中密地。时光转瞬，已是100年。这日，五毒教各部聚首议事，如今镇教之宝不出，五毒教威势日渐衰落。听闻正邪各派将在中秋佳节聚于武当山论剑，以定武林盟主之位。坛主柳生请求当今教主将五毒天罗重启，以振教中声威。现任教主谨遵前代教主法旨，断然拒绝拂袖离去。正道这边，武林各派齐聚武当山，共商应对之策。武当掌门玄天道长寻到线索，遂派遣大弟子飞英雄前往查探。这个小乞丐蓬头垢面，却在酒楼大鱼大肉，胡吃海塞，甚至没钱付账，吃霸王餐而大闹酒楼。路过侠士不明内情，拔刀相助，细问之下才知闹了乌龙。一番赔罪下，将乞丐所欠酒钱包揽过来。乞丐觉得飞英雄颇有意思，一路跟随下，藏身草丛偷看。无意间听闻飞英雄提及五毒天罗，丢出石子将他引来，告诉他若想得知五毒天罗之事，便在今夜前往银湖。入夜，幽潭湖畔，飞英雄如约而至。忽闻玉笛声声，有白衣丽人乘梅舟而至，清雅脱俗，似仙子临尘，表明身份正是之前乔装的小乞丐。飞英雄询问他是否是五毒教之人，女子赶忙矢口否认，推脱自己只是有一五毒教的朋友，自己会帮他打听消息，让他日后再来乘舟离去。此时的飞英雄并不知道，
女子正是五毒教主之女洪素素，只因生性贪玩偷跑，才与他有了邂逅。素素寻到父亲，询问五毒天罗的消息。教主忧心，一旦五毒天罗现世，武林将永无宁日。而五毒教中的另外一件至宝白骨千年花，10年一开，世间最毒，历代教主都会服食，用来练功。也唯有用他们的血以毒攻毒，才能克制五毒天罗。可一旦流血就停不下来。言罢，拿出一对金鱼配饰交给素素，嘱咐当他遇到武林浩劫时，再将其打开。教主声称五毒天罗现藏于教中一处禁地。素素心思灵敏，脱口而出其应在历代教主埋骨之地。教主遂告诫他万不可声张。不想教主夫人偶然经过，将所有谈话尽收耳中。他早已与柳生私通，柳生野心勃勃，早有称霸武林之心，当即绘出2份墓穴地图，一份交给师弟青衣派舵主，一份送到黑松帮的黑松七友手中，请他们前来相助。哪知消息走漏，被贪图至宝的宵小杀上门来，逼迫黑松帮交出地图。黑松帮不敌被灭。闻讯下山的武当弟子英杰与师妹刚好碰上，出手将一众宵小解决。从上海有气的伤员口中得知五毒天罗下落，在其身上寻到墓穴地图，英杰便决定独自前往。待英杰赶到五毒教墓穴，青衣派众人早已等在此处。此地机关重重，令他们望而却步，却正好为英杰充当探路。英杰躲过重重机关，进入主墓，四处查探，无意间触发机关，以通天般的运气寻到五毒天罗。许是因气运有尽时，好巧不巧碰上了好奇来此的素素与其侍女，二话没说直接动手，以五毒针刺中其腿。却在看到英杰佩剑上的烙字时，想起曾经湖边攀谈，才得知他竟是飞英雄的弟弟。如今闹出这等误会，只能寻天玄道长运功疗毒。此地也已经暴露，素素便决定将他与五毒天罗一同送往武当山。他便乔装扮作飞英雄，将英杰与五毒天罗托给金龙镖局，请他们代为送往武当山。镖局等人来到武当山脚下，装有五毒天罗的箱子无意间打开，正巧被镖头看到。想到先前所收密信提到夺下五毒天罗便可荣华富贵，利欲熏心下将所有手下斩杀，独独留下了中毒昏迷的英杰，带着五毒天罗扬长而去。许久后，被归来的飞英雄和师妹遇见，见他中了五毒针，飞英雄当即让师妹带英杰上山，自己寻到洪素素打探消息。洪素素心中有愧，又听他说五毒天罗失踪，便托辞让他前往金龙镖局。金龙镖局中有人趁夜遮面前来会见，正是给镖头传信的柳生。如今五毒天罗到手，合作伙伴也失去利用价值，他便动手屠了金龙镖局。这时洪素素上门讨债，柳生只得带上五毒天罗即刻离开。等到镖局剩余人赶来，只见洪素素假扮的飞英雄在逼问镖头。此时外面人声渐近，他不好再逼问五毒天罗，就此离开。镖局认为是飞英雄出手，悲愤不已。恰巧飞英雄此时赶到，见到尸体上的五毒针，当即匆匆离去，却在离去前被镖局几人看到背影，更加认定镖局被灭定是他所为，便要拉帮结派前往武当问责。几次三番碰到五毒教，飞英雄怒发冲冠，径直来到五毒教总坛，速问不成就直接动手。明明身处邪教大本营，还敢如此，实属头铁至极。不出意料，中了对方五毒神物，只能寻找机会一路向后院逃命。幸好后院就是洪素素闺房，不仅为他解毒，还不顾世俗见地为他打掩护，这才让飞英雄逃过一劫。经历种种，二人以互生情愫，在侍女的推波助澜下私定了终身。哪知外面柳生得到五毒天罗，再不掩饰野心，掀起反叛，凭借着五毒天罗之威清除异己，与手下合力将教主害死。一代枭雄就这般凄惨落幕。遭此变故，侍女赶忙叫二人逃离，自己却为拖住众人惨遭杀害。无处可去的素素跟着飞英雄来到武当山。此时英杰虽性命无碍，却因救治太晚而落得双腿残废。得知此事的素素心中愧疚万分，独自找到英杰，告知前因后果。为了兄长幸福，也知他不是有意为之，英杰选择原谅，决定帮他隐瞒，却被恰巧经过的师妹听到。师妹早已心仪大师兄，当面揭穿，逼迫他做出选择。哪知此时各大门派齐上武当，生生讨伐飞英雄，屠灭金龙镖局的罪名。
此时素素换上男装，喊停众人。金龙镖局的众人立时指认，素素将所有真相和盘托出，可没有证据，无法证实。又因众人认出她是武都教主之女，在场名门正派无一人肯相信她，各自出手将她打伤。这时柳生携武都天罗率众杀上武当，当场认下屠灭镖局之事。手持武都天罗有恃无恐，各方宗师联合出手，却也不是武都天罗的对手。各大门派死伤惨重，柳生得意万分，口中念咒，操作武都天罗喷出大片毒雾，武功稍弱者纷纷倒地，武功高深者也只能勉强运功抵抗。待毒雾渐渐散去，所喷毒丝结成大网，困住所有高手，料定众人无法逃脱。柳生得意洋洋，先行离开，屠灭武当满门。眼看蛛网越来越密，众人无计可施，只得向素素求助。果然，这世间因果循环最是可笑。先前喊打喊杀的众人，如今只得苦求素素。素素也不愿真的造成武林浩劫，恍然间想起父亲所留金鱼配饰，打开一看，却是父亲所留遗书。原来素素是在其当上教主之后所生，血液遗传下，他的血也可破解武都天罗，但代价是他就此殒命。此刻柳生再度杀来，抖手将武都天罗抛到众人面前。武林各大高手对一只小小的蜘蛛忌惮万分，眼见情郎即将身死，素素在他欲拼死一搏前割破穴位，决然飞身向毒蛛撞去，血液飞洒出去，造成连锁反应，周遭蛛网纷纷爆裂开来。待烟雾散去，各派高手皆已脱困，而失去了武都天罗的柳生自然成了纸老虎，在众人围攻下，不多时便已伏诛。一场武林浩劫虽已避免，素素的伤却是已经回天乏术。明明情深至极，却难逃宿命纠缠，终是阴阳两隔，独留一人独自悲伤。有缘的人若今生不能相守，来生一定会再见。此暗器名七绝阎王刺，阴狠歹毒，重者立死，其上涂有剧毒，即使功力高深者也活不过100日。阎王叫你3更死，谁敢留人到5更？此等毒辣暗器世间难解，唯有鬼愁谷中的圣药黑灵芝方可解毒。影片开始，这户人家正逢4喜之一，人逢喜事精神爽。可当迎亲的花轿入门，新娘却是直挺挺的倒出。主人家上前查看，新娘身上正中暗器七绝阎王刺。待他策马赶回山庄，发现二弟亦是身中暗器已死。路途中，自己3弟与4弟皆已身死，俱是做了阎王刺下的冤魂。仁义四侠已去其三，他折剑为誓，此仇不报非君子。话音刚落，自己却也身中暗器身亡。至此，七绝阎王刺肆虐武林，江湖中风声鹤唳，人人自危。武林之尊两仪堡堡主蓝天龙召集众侠客商议对策，是要为江湖除害。当众人见到蓝天龙时，他却也已遭遇暗算。此时堡主之女蓝凤闻讯赶来，悲痛不已，幸得妙手神医告知堡主未中要害，可也中暗器之毒，束手无策，唯有鬼愁谷的黑灵芝方能救命。此言一出，众侠客立时变色，只因那鬼愁谷极为凶险，为了父亲，蓝凤甘于冒险去寻。他骑马奔行于间，心生感应，低头躲过一发阎王刺，周围小卒也纷纷将他包围。更有一人怪笑出现，此人乃是太阴教的护法，以解药引诱他归顺。蓝凤自是不屑与这等邪教同流合污，对方也不再掩饰恶人面孔，招呼小卒围攻蓝凤。幸来他自小修行武功，以具一流，面对这帮乌合之众自是不惧，不多时便将小卒尽数剿灭。那耀武扬威的护法也是饮恨渐下。解决宵小后的蓝凤一路疾行，终于是赶到了鬼怒谷前。一条湍急流川拦住去路，此地正是谷前天关鬼怒川。蓝凤自知凶险，自地上捡起石头投石问路，未料江面竟燃起大火，幸好他早有准备，看准对岸坚石，挥舞绳索适时投出，绳索急速飞出，铁爪攀住坚石，接着用力拉动，一道索桥横于江面。蓝凤漫步走上索桥，稍不注意便要身死道消。靠着出色的平衡力与坚定的信心，他有惊无险渡过了鬼怒川。渡过险川的蓝凤继续寻路向前，四面皆是冲天古壁，却有一座殿宇嵌在壁上。他四处观察，见到2人早已等在此处。正待他要前行时，一个眼神好似漠视生灵的老者拦住了他。未料此人只是守山奴绝情叟，3人皆为求药而来，哪知这黑灵芝虽是绝世圣药，
还能令人功力大增，但想得药必须闯过3关，得知更是必须被废除武功。这一关便是击败这绝情叟。僧人一沉决定率先试水，绝情叟性情淡漠，武功更是高深，几个照面便将一沉轻松击败。僧人自愧不如，叹息离去。而那华山弟子马家堂见势不妙，亦是离去，只留蓝凤挂念父亲，仍要挑战，却只一出手就被对方夹住利剑，劲气一带便将长剑脱手抛入河中，略一交手便被其一掌重伤。正待他还要拼命，那仙风道骨的绝情谷主现身喝止，见他孝心可嘉，便免他闯这一关。第2关是一幽密洞窟，这里阴风阵阵，时不时传出一声，更有鬼影铺天盖地袭来。等他再次定睛细望时，才发现俱是幻象。正当他谨慎前行，忽然下落，来到了地下溶洞，而那传说中的圣药黑灵芝就在眼前。正当他欣喜欲取时，面前毒潭破出毒水，一只异兽赫然冲出，力量之巨，瞬息将他掀翻在地，接着将他抓起就要扔进毒潭，却在半空被气机牵引。原是谷主再次出手相助，虽感念他一片孝心，但规矩不可破，还是出手废去他的武功。不知几时，待蓝凤再次苏醒，已经身在鬼怒川外。绝情叟亦将黑灵芝相赠，虽得偿所愿，却已没了武功。怀璧其罪下，只得听天由命，全凭运气。蓝凤来到客栈投宿，碰巧遇见那结伴同行的2人。依晨观他气色衰减，便已知他武功尽失，并得到圣药。夜晚，马家堂悄然起身，他对圣药起了贪念，趁着蓝凤武功尽失，轻易拿到圣药，推门欲走，依晨大师却拦住去路，暴露真面目的他直接动手。马家堂武功平平，本不是大师对手，可依晨伤势未愈下，被他钻到空子，正欲下杀手时被人挡下。来人一身正气，原是白日听到几人谈话，更是几招间将他轻易制除，待索回黑灵之后将他放走。男子便是天山一剑冷雨寒，他有事在身，将圣药还回便要离去，只于依晨大师一路护送。此时有4人拦住去路，原是那马家堂已将消息传遍江湖，4人直接出手抢夺。依晨大师叫蓝凤先走，并拦住几人，可伤重未愈的他即便是拼命也敌不过，身上的伤势越来越多，最终惨死在几人手中。而蓝凤武功尽失，气虚体弱，很快就被4人追上。万般无奈之下，蓝凤只得扔出黑灵芝，4人却在分配上争执不断。其中黑衣男子出其不意刺死2人，声称老大拿药自己劫色，却在老大俯身不察时丢出武器将其刺中。不料老大未死，趁他大意之下以其人之道报仇，如此结局不禁令人感叹人心可笑。蓝凤也在这逆天运气下毫发未损，失而复得。多日步行又感染风寒，气衰体弱的他终究支撑不住，昏倒街上，引来大批人群围观，也惊动了恰巧经过的冷雨寒。冷雨寒将他带进客栈，请来大夫为他医治。那贼心不死的马家堂却窥伺一旁，趁他与大夫前去抓药，用计将蓝凤骗走。等冷雨寒归来时，不见其人，只见圣药。他在屋中踱步思索，料定对方目标应是黑灵芝，便将圣药取出，守株待兔。夜晚，马家堂使计将他引走，潜入房中拿出竹筒，自然空空如也。而这都被假装中计的冷雨寒看在眼中。等马家堂回到地点，不见被绑的蓝凤，却见冷雨寒尾随而至。上次看在华山派上饶了他，这次绝技不可放过。马家堂武功稀松平常，自不是对手，他剑未出鞘就将其重创。马家堂还想逃，被他听声辨位，抓住跟脚。马家堂还想利用太阴教主干儿子的隐秘身份威胁，却还是被他一剑毙命。冷雨寒也在树丛中见到了逃出的蓝凤。2人回到客栈，冷雨寒将圣药交还。他本探听到太阴教总坛，准备前往铲除，如今决定先行将他送回家。2人骑马疾行回到两仪堡，却见门口被破，高处插有太阴教旗帜。闯入堡内，更是见到棺木摆满了大堂。原是太阴教主趁堡主身中阎王刺，率众将两仪堡血洗，只留蓝凤看着父亲棺骨，徒自悲伤。如今圣药已无大用，不若自己服下，以报大仇。药力澎湃下，蓝凤只觉内力在经脉中奔腾流转，功力大增下，甚至轻易穿石断木。
次日，二人直直闯入太阴教总坛，凭借一流的武功剑法快速清理杂兵。很快，场中站立的人已是不多。看着二人全歼小卒，太阴教主终是坐不住了，手持铁爪激斗二人。二人武功皆属一流，合力之下，太阴教主也要受创。可太阴教主毕竟成名已久，凭借着丰富的经验压制二人，手中铁爪更是能够卡住剑气。不多时，便是以铁爪制住二人长剑。尽力旋转间将剑气弯折，趁二人招式已老，抛出阎王刺击中冷雨寒，正要乘胜追击时，被蓝凤甩剑刺中。冷雨寒亦是趁势补刀，凶名赫赫的阎王刺就此绝迹，可冷雨寒也就此毒发身亡。几经磨难，终是只留他一人独自存世。这柄漆黑的利剑名叫奇物剑，乃是一把不祥之刃。建成之时带着铸造者的怨念，同时还能诅咒剑主，得到它的人都会身死，是一把充满邪性的凶器。连天下第一剑客都只敢送人。一个年轻的剑客得到了这柄凶剑，他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？故事一开始，一位铸剑师正在开炉炼剑，此剑名寒星，乃是他的收山之作。他欲将此剑交予天下第一剑客花千树。花千树赞叹他的技艺非凡，同时将自己得到的宝剑拔出，想请他再铸炼一番。未料对方脸色大变，此剑名称奇物，铸剑之人怨念缠身，导致此剑极具凶性，留下这把剑会诅咒剑主。为此，铸剑师规劝他将剑丢掉。花千树只好将剑赠予故人，退隐江湖。只是天下想要成名的人何其之多。这天，古柳的徒弟李默然找到白鸽老人，世间唯有他能知天下事。将财物奉上后，白鸽老人将花千树的归隐之地花剑馆告知于他。未料花剑馆早已荒废多年，无人问津，他算是白跑了一趟。夜晚，李默然在客栈休息，一个年轻女子跳入屋内，持剑威胁他不准出声，甚至钻进了他的被窝。居然还有这种好事！原来是有一个光头在追杀女子。眼见光头搜寻无果离开，女子摆脱李默然纠缠，光头却是守株待兔，一路追杀而来。见对方紧追不舍，女子纵身跳入河中，躲在桥下观望。此时李默然尾随赶来，顿时与光头交战。桥上人酣战不停，桥下人伺机偷袭。女子出剑偷袭，吸引了光头的注意，李默然趁机将她划伤。见势不妙，光头只好撤退。女子却是不领情，不但不感谢，还给了他一巴掌。次日天降大雨，女子入凉亭避雨，却见李默然同样在此，自己冻得直打喷嚏。却见李默然悠然饮酒暖身。眼见李默然撑伞离开，女子对他的烤乳鸽起了心思，正要大快朵颐时，李默然却再次返回，这下可尴尬了。李默然并未嘲笑他，就将酒与鸽子分给了他，二人的关系总算和解。女子告诉他自己叫小石头。雨停后，李默然准备去白石镇寻人，小石头也要和他结伴同行。二人在白石镇遇见了一位美貌妇人，李默然就决定就在这家客栈住下。他看着对面妇人的房间，心中百感交集。正欲前去时，发现小石头来找他谈心。谈及他的青梅竹马时，李默然猜测对方已然嫁作人妇，小石头却说愿意陪伴他。待送走小石头后，他去见了妇人。夫人名叫严小雨，正是他曾经的恋人。此时的他已经成为他人妻子，多年的离散剩下的只有遗憾。未曾想被未睡的小石头发现，脾气上来的他直接离开。此时却有一黑衣男子破窗而入，径直向李默然攻来，招式颇为刁钻狠辣。两人从屋内打到屋外，李默然想要制止，男子却一语未发，继续出手。眼见对方不依不挠，李默然放手示威，很快便压制了男子。男子招架不住，纵身跳回一个白衣男子身边。男子名叫连环，黑衣是他的手下铁衣，而严小雨正是连环的妻子。连环虽看似满是宠溺，严小雨却愁眉不展。李默然来找小石头，却发现他已经离去。他来到曾经与严小雨幼时的地方，一个蒙面却在他身后飘过，原是连环妒火中烧，嘱咐铁衣前来追杀。铁衣趁他不备，一记挥砍，让李默然身上挂了彩，凭借着身在暗处的优势与他周旋。
朝朝所命的剑势令他疲于应付，身上的伤口更是严重，让他不得不赶紧离开。次日，水潭里3个女子正在戏水，发现了倒在这里的李默然，便将他带回医治。很快，他伤势痊愈，准备向女子辞别。女子名叫贤姬，2人把酒言欢，期间有侍女送来一封信，贤姬看后面色大变。等李默然得到允许再看时，才知是花千树的女儿被人绑架，而贤姬就是花千树的故人，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。李默然决定前去相救，临走前，贤姬还将寄放在他这的奇物剑送给了他。黑风坳中有一竹子搭成的高台，高台上的正是光头与小石头。李默然纵马赶来，无视一众喽啰，直向高台而来，与光头再次交手，两人在高台中相斗。奇物剑不愧为名剑，只一剑便将光头的刀斩断，而光头也已身死。下面的喽啰将高台砍断，高台倒向附近房子，两人安然无恙。李默然带着小石头杀出重围，李默然送他回家，终于见到了苦苦寻找的花千树。谈话间，李默然说出了自己的最终目的，向花千树发出挑战。花千树见到他带来的奇物剑，心知终究还是躲不过一劫，于是便与李默然约定3日后决战，也气得小石头连连斥责李默然。夜晚，花千树来见贤姬，将约战之事告诉了他。贤姬后悔不已，花千树并未怨他，既然躲不过，不如全凭天意。到了决战之日，2人于树丛中相对而立，李默然手持奇物剑，花千树也取出寒星剑，利刃瞬间出鞘，所带出的锋锐之气惊得飞鸟扑翅逃离。2人瞬间站在一起，花千树不愧为天下第一剑客，精妙的剑招让李默然一时有些不敌。他快速反手围攻，金铁相击之声不绝于耳。花千树以寒星剑扰乱视线，借机飞身向他劈砍而来。瞬息，2人各出一剑分开，两人相顾无言。一片白布飘落李默然脚下，花千树却是受伤。他感慨后生可畏，称自己落败，随后便转身离开。眼见父亲受伤，小石头来到贤姬家寻找李默然，可李默然并未来过。贤姬便要跟随小石头看望花千树，等到小石头回家，却发现花千树已经身死。原是铁衣潜入花千树家，趁他受伤，一剑顺着伤口将他刺死，顺便带走了寒星剑。小石头以为是李默然贪图名声，发誓要除掉李默然。李默然找到玄机，他虽然赢了决斗，却并不开心，而且花千树的剑术也让他生疑。贤姬言称花千树一直疾病缠身，还将他已身死的消息告知李默然。李默然不敢置信，而贤姬也因赠剑于他愧疚万分，自尽在花千树灵位前。另一边，连环拿到寒星剑向严小雨炫耀，他还想得到奇物剑，并将李默然身边发生的事告诉严小雨。严小雨见到李默然，将消息告诉了他。李默然这才明白一切都是连环的计谋，他决定今夜为贤姬守灵，明天直接找连环清算。严小雨找到小石头，试图将真相告诉他，可小石头已经被仇恨蒙蔽双眼，不仅不信，还将严小雨抓回送给连环。夜晚，李默然正在守灵，铁衣找上门来，目的正是他的奇物剑，只是他敌不过手持奇物剑的李默然，于是故技重施，游走于黑暗中，时不时出现偷袭他。李默然早已见识过他的套路，铁衣数次偷袭均未得手。此时小石头也来找李默然，而铁衣见偷袭已经无用，硬着头皮直面李默然。两人各自纵身出击，李默然一招横劈将他砍伤，随后甩出奇物剑结果了他。次日，李默然与小石头上门讨债，连环早已等候在此，他直接承认了一切阴谋，拔出寒星剑向李默然攻来。2人皆是顶尖剑客，彼此剑术相当，以伤换伤都未能占据上风，两人已经是不死不休，手下杀招频出，也只是在对方身上再添伤势。连环回身一刺，洞穿李默然大腿，很快行动不便的李默然就落了下风。眼见连环挺剑飞身向他刺来，李默然只好以剑格挡，锋利的奇物剑却将他与韩星一分为二。劫后余生的他来寻找严小雨，却发现曾经的恋人已经被连环杀死，小石头也愧疚离去。
当一切已结束，李默然来到海边，他将奇物剑丢入大海，从此让这把不祥之剑不得再现世间。名剑是由嘉禾公司于1980年出品的武侠片，该片由谭家明执导，郑少秋、徐少强等领衔主演。电影围绕着2把绝世宝剑展开，讲述了一个凄美悲凉的故事。全剧气氛优雅诡秘，武斗动作也是流畅真切。影片中郑少秋的表演潇洒风流，将一个名士的风度气节表现得真切高雅，给人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。对这部影片大家有何看法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感谢各位观看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